大唐武德9年，长安城外的渭水桥边，当李世民被迫看着黑压压的突厥铁骑签下那份几乎等同于城下之盟的契约时，这位天之骄子的眼里不只有屈辱，更有深深的无力感。在那个时代，游牧骑兵的机动力就像是一套无解的底层逻辑，锁死了大唐的国运。突厥20万精锐，来如风去如电，大唐的步兵方阵在他们面前就像是试图在暴风雨中筑墙的农夫。在那个时代，中原王朝对阵北方游牧民族几乎是一场胜率极低的消耗战。突厥人靠着高度的机动性和极低的后勤成本，对大唐进行着长期的系统性提款。但就在这片阴云笼罩下，一个已经年过花甲的老人正在他的算法实验室里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降维打击计算。他就是李靖。李靖很清楚，如果按照传统的对攻逻辑，大唐哪怕耗尽国库，也无法彻底终结突厥的霸权。他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刀剑，而是对战争本质的重新建模。李靖很清楚，突厥不是不可战胜的，它是脆弱的。李靖敏锐地抓住了突厥指挥系统的核心漏洞。突厥的统治逻辑是基于强权分配，一旦中枢大脑竭力可汗失联，几十万铁骑就会瞬间从高度协同的整体崩坏成一盘散沙。为什么在突厥人的逻辑里，他们认为自己是绝对安全的？因为在大唐与突厥核心区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物理防线——大戈壁与极寒的无人区。在冷兵器时代，数万大军跨越千里戈壁，马匹的草料消耗是一个天文数字。突厥的参谋部计算过，唐军如果带够粮食，行军速度就会慢如蜗牛。等他们赶到草原，突厥骑兵早就撤到了更深处的北境。如果唐军轻装简从，那他们还没见到突厥人的影子，就会成批的饿死在风雪交加的半路上。但李靖在这次复盘中推导出了一个极端的后勤变量，以战养战的极限截胡。李靖通过情报网发现，突厥人为了度过这个严酷的冬天，将大量的羊群和补给集中在定襄周边的河谷。这里是突厥人的战略油库。李靖之所以敢只带3000精骑，是因为在他的算力模型里，这3000人不需要辎重营。他们计算好了行军速度与人体耐力的极限，只要能在48小时内攻下定襄的侧翼补给点，敌人的资产就会瞬间变成唐军的燃料。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行军，这是一场赌上国运的动态补给计算。李靖利用了突厥人对地理屏障的过度自信，将原本是死亡陷阱的无人区变成了大唐精骑高速突防的内幕通道。庚寅年的那个深夜，零下30度的极寒覆盖了整片草原。就在竭力可汗认为大唐军队正在长安温暖的被窝里发抖时，李靖率领的3000精骑已经像幽灵一样出现在了鄂阳岭。这是复盘中的关键一环。李靖利用了预测盲区，他算准了突厥斥候的换班频率，更算准了竭力可汗的心理防线。当3000唐军的旗帜在漫天风雪中突然出现在定襄城外时，竭力的逻辑彻底崩掉了。在李靖看来，这3000人不是去作战的，而是去覆盖信号的。他通过极短时间的急速行军，制造了一个虚假的情报闭环。如果唐军的主力已经到了定襄，那么说明突厥的外围防线已经全线崩溃。如果只有3000人敢露面，那么身后必然跟着大唐举国的30万虎狼之师。这种情报不对称产生的巨大压力，瞬间压垮了突厥指挥中枢。竭力可汗甚至没有尝试组织反击，就带着残部狼狈逃向了更遥远的阴山。
定襄城不攻自破，而李靖的3000人连铠甲上的冰碴都没融化，就完成了第1阶段的降维大计。很多史家在复盘时总觉得突厥人败得不可思议，其实这背后隐藏着李靖注入的病毒代码——内耗算法。当时的突厥帝国并不是一个绝对统一的整体，而是一个由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共同维系的双中心系统。李靖在战前通过精准的情报渗透，在两兄弟之间画出了一道不可弥合的信任红区。在李靖突袭定襄的那一刻，突利可汗收到的第一份简报并不是寻求求救，而是他在计算，如果颉利被大唐打残，自己是不是就有机会成为唯一的全境可汗。这种分布式系统的逻辑崩坏是突厥灭亡的内因。李靖算准了人性中的贪婪与猜忌，他让突利选择了在最关键的72小时内保持静默模式。这意味着，当李靖在雪原上纵横驰骋时，突厥的几十万大军实际上正处于脑死亡状态。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各个部落都在观望，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李靖的3000人实际上是在跟一个巨大的却已经无法协调四肢的植物人搏斗。当颉利逃到阴山后，他试图祭出最后的底牌——缓兵之计。他向大唐请降，希望通过谈判换取喘息的机会。李世民派出了名臣唐俭前往阴山。在颉利看来，这就是逻辑上的安全区。大唐是礼仪之邦，既然派了使者，就不会在谈判期间动武。但李靖的算法里没有礼仪，只有效率。李靖对副将苏定方说了一句极其冷酷的话：唐俭这些人不过是诱饵，如果能用使者的命换来突厥的覆灭，那是算法的必然选择。这种超越道德的战争逻辑，正是李靖被称为战神最冷峻的一面。阴山之战是整场复盘的最高潮。李靖利用春季融雪前的最后一场大雾，下令全军舍弃一切防御装，只带3天干粮，发起总攻。苏定方的先锋骑兵像闪电般撕开了突厥大营的浓雾。颉利可汗此时正和唐俭谈笑风生，他算错了一点。李靖不是礼法的守卫者，他是战争系统的清理者。那一夜，阴山的积雪被鲜血彻底染红，突厥20万大军在混乱中自相残杀。李靖通过切割中枢，让敌人的数量优势瞬间归零。战争结束后的算法结算，才是大唐真正伟大的地方。李靖俘虏了颉利可汗，但这只是物理结算。如何实现长治久安的逻辑结算？大唐并没有选择传统的屠杀与奴役。李世民在长安的宫廷里让颉利可汗当众起舞，这看似是羞辱，实则是算法中的权限重组。大唐通过这一战建立了一套名为鸡米抚州的操作系统。李靖用暴力清理了旧的冲突代码，而大唐用包容写入了新的共赢协议。从此，北方的游牧民族不再是大唐系统的病毒，而是成了这台巨大机器里的外挂插件。这种从对抗算法到融合算法的跃迁，才是阴山之战能保大唐100年平安的核心秘诀。李靖一生战功赫赫，归朝后却闭门谢客，因为他知道，这种能够计算国运、操纵生死的高维力量，本身就是令人敬畏的。他在魏公兵法里留下的，不仅仅是阵图，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思维逻辑。战争从来不是拼消耗，而是拼谁能更早更准地找到对方的致命代码。